位大人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剑法，太监，你这一手剑法，当真令我刮目相看。你父亲百里成风，号称杀人不过10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知道我父亲？快剑成风，夺命10剑，他的剑只在一个快字，若10剑之后他还未胜，那么他的对手也就不会再惧怕他了。因为此时，对手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剑法，所谓瞬剑杀人，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用瞬杀剑法与我对招，可有算过？方才我们一共对了几剑？不多不少，11剑。公公是说我已经输了？那就很抱歉了，我不会让你出到第13剑。我私自练了一门功法，连我师父都不知道。你很荣幸，此前将能见识他的厉害。天下第一李先生所传，双手刀剑术。袖剑19式，虎虎断山刀。就算把这2件废物功法结合在一起，又能怎样？就你，还想杀我？凭着袖剑19式吗？下雨了，认命了吗？你错了，这不是袖剑19式。左手刀，刀名尽铅华，刀谱黄粱醉梦；右手剑，剑名不染尘。剑谱，西楚剑歌。
你看，连老天都要帮我，所以你现在明白，为何我看的是天下了吗？ 我可是九仙，百里东君。就在这儿吧。凭你，无境界之下，6掌之内可杀。是吗？那我就高你1境来杀你。 狂妄！借剑一个。昔日仙人扶我顶，我受了这长生。可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来摸我的头啊？ 君子藏气于身，伺机而动，不动如山，动若雷霆。不愧是这山前书院的一代院剑啊！差不多也够了吧，卓强。师傅。 师傅，我们的这一场对决，应该是过往30年内最巅峰的一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叫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不可能，我的境界！哎呀，怎么这么无聊呀？你们这些人怎么老爱说什么境界的？ 难不成我们交手还要先互报境界？你比我高，我就不打你，算你赢？也不至于吧。比之前更完美了。我是李长生。像。爷爷，我想回下学堂。离别日久，既然重回天气，我也该回去探望探望。 东君啊，明天吧。今天呢，有客人来。
你就是百里东君，是又如何？东君，把剑收起来。卓亲公公，别来无恙。奴才拜见百里侯爷，托侯爷的福，还活着呢。不知道卓亲公公今天来找我有何贵干呢？这就说笑了，奴才哪有资格拜见您呢？跪下。跪下。拜见皇帝陛下。拜见陛下。免礼吧。姑早就听闻，你这个独孙英武不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寻常。臣乃戴罪之身，陛下如此见臣，不怕会有不妥吗？什么戴罪之身？有人愚昧受人蛊惑啊！在我面前参了你一本，你陪姑征战多年，又为姑镇守西之国门，怎么会有谋反之心呢？你放心，那些污蔑你的人，姑一定会重重的惩罚他们。你呀，演得太假了。哎呀，你既然看破，何必这样说破呢？乌里坦，先生许久不见，这是又回天启了。陛下请。你以前不是最讨厌喝茶吗？说人生美酒不行。好了，年轻的时候的确喜欢喝酒，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浓烈直接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喜欢喝茶。茶虽然不烈，但是醇厚有回味。我们呐，都老了。此番务必小心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城不会破。你二人速速回去，温壶好酒，以酒待我，等我凯旋。上！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夜雨带走面圣，钦此。是不是世上所有的兄弟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呢？洛尘，我老了，现在是连喝茶也会醉。这趟你让我来天启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他来铺路。看来你真的很看重这个儿子。我说的当然是琅琊王萧若风。
你觉得如何？心思缜密，武功高强，为人很好。要是真的放在战乱的时期啊，他绝对是那种振臂一呼就会有千军万马以死相随的那种。姑10几个儿子，可在姑看来，就算把他们都加起来，也比不过一个他。李先生也很看重他呀。可惜呀，他有一个缺点，太善良了。善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好的美德，但对于一个皇子，这个词太多余了。之前啊，程峰代表镇西侯府和景玉王还有琅琊王相好，但毕竟不是我来，你呀，就放不下这个心，就让我来天启走一趟，同时也让琅琊王一路相陪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是他，绝对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以死护我，毫无保留。然后，只要知道我真的没有谋乱之心，就会一直保护琅琊王。你懂姑，也希望你能帮姑。我真的老了。现在镇西侯府的事情啊，都是程峰来处理。你不会老的，你曾经说过，就算哪一天你死了，手里也要握着刀。放心，过去的事情不会重现。你不仅能安然无恙地回到镇西侯府，还会被加封。姑封你为鹦鹉侯，镇守两方国门，世袭罔替。许久未见，先生还是这么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没了先生的天启城，却显得有些寂寞了。哼，是吧？比如呢？比如这一城，就无人可挡了。雕虫小技，有我这个关门弟子在，哪还轮得到我师父动手啊？这位公公，若是手痒痒，不如我来向你讨教讨教。走了，恭送陛下。如何？回陛下，李长生离开了天启城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方才
奴才在试探的过程当中，细细地观察了此人，无论是从声音、形态，甚至连说话的语气，确实跟李长生很像。只可惜，太像了，像得太过刻意了。奴才敢确定，此人不是真正的李长生，他那张脸只是人皮面具，再加上百里东军的那一手回护，虽然嘴上他说的在情在理，但是他那番说辞在奴才面前还是嫩了点儿。那就好，如果李长生真的回来了，事情就麻烦了。百里洛尘的胆子比当年真是小了太多，竟然用假的李长生来恐吓蛊。那百里洛尘的那孙子呢？你方才似乎在试探他的武功，如何？此子无畏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才。倒不愧为李长生的关门弟子。古书中说，君子之泽30而战。这百里家倒是一门三代，一个比一个人才。只是朝中世家兴亡3代太久了。如何？御史台那边怎么说？那边只传了4个字出来。你为什么关子呀？快说是。是，属下是言。御史台里说，此事难成。难成？难不成父皇不想杀百里洛尘了？不可能！当日本王去宫里求见父皇，跟他说百里洛尘谋逆的时候，他很支持本王的。怎么可能说变卦就变卦了？不可能啊！为何难成？那人不愿意说呀。不愿意说。我们亲王府现在还没有垮呢，他就这么急着跟我们撇清关系。那他当初拿银子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不愿意啊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殿下，英大人，有客来。什么客都不见，滚！是。王爷火气这么大呀？朝中之事，风云变化，起起落落，不争一时得失，才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。你终于来了。奴才见过殿下。终于等到你了。也是大姐觉得时机等到了，所以就让奴才来了。终于想回学堂看一看了。陈先生，不错，相隔2年，与当初已有云泥之别。先生只看一眼便能辨别云泥。人身上都有一股气，清透旺气之人看他人，无需看人，看气便好。这次你来天启城，是因为有人状告御史台镇西侯府谋逆一事吧？是啊，不过看似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实际上是泰安帝想传位给小师兄。看来你已经想到了。
若泰安帝真想治我爷爷的罪，也可以理解成他狠心想收回兵权，可他偏偏并没有想治我爷爷的罪，这又是为什么？高庄的那位王爷会成为镇西侯府的眼中钉，而相反，护送我爷爷来的小师兄，必定会成为镇西侯府青睐的对象。若是小师兄获得了镇西侯府的支持，便可以胜过天下间任何一位王后。皇帝是在给自己的儿子铺路啊！哦，什么路啊？一条阳关道，一条杀头路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皇帝真的支持党争，如此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皇帝当年不也是这般获得皇位的吗？或许在百姓眼里，他确实是一位好君主，不然我的爷爷叶将军也不会为了他开疆拓土，泡洒热血。但人一旦到了那个最高的位置，就会变得身不由己。看似是人在掌控朝局，实则是在被朝局掌控。我爹曾告诉我，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与其做那个冰冷权力的奴隶，不如做个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的江湖人，活得潇洒自在。你能有如此见解，我很欣慰。不过这学堂还是有些冷清啊，师兄们都不在了。这天启城的风向变了，留在这里，衣服总会脏的。雷师兄呢？他应该还在吧？雷梦莎确实没有走，但她被派去寻找景玉王妃易文君的下落了。易文君？他离开天启城了？他怎么走的？被劫走的。来的人武功高强，动作也很迅速，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人就已经离开天启城了。难道是云哥？来的人武功强劲，影宗宗主亲自出手都没能留下他。我猜应该不是他，但也必定与他有关。甚至易文君最后的下落，都必定是叶鼎之所在之地。此事，你怎么想？我总是觉得有些不安。自从1年多前在天启城与云哥一别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卓卿大剑坐下，谨先回宫。卓卿大剑坐下，谨未回宫。卓卿大剑坐下，谨欲回宫。这卓卿突然将自己在江湖上历练的几位大弟子都召回来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师父，锦仙，你回来了。弟子不孝。是为师亲口允得你入江湖3年，你何错之有呀？怎么样？回来的路上可有波折？无名剑客叶鼎之。并无。
沉如祭酒，许久不见。不对，你不是李先生。李先生唤我至此，是因为他的大春宫已到回春之时，如今应该是一副少年郎模样。嘘，小声点，不然得让他们听见了。卓清公公，好久不见呐！大剑忽然来访，有何贵干？自然是拜访一下学堂，请教陈如先生几个问题。那既然是拜访，为何不走正门？因为他们派人去杀东军了。这个天启城里面能够出手相助的高手并不多，最有可能就是咱们学堂，所以他来看着你呢。原来如此。但是他来错了，因为我也来了。出来吧，都跟了一路了。我特意挑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都自保一下家门吧，好让我知道我打的是谁。枭首，九成，凤凰，来仪。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少跟我废话，兄弟们，上！曾经的我，总觉得离那2字相距甚远。可上一次离开天启时，我持久登陆。这次回到天启，我刀剑双绝。我还记得我年少时的志向，也一直期待说出这个名号。诸位好，我是九仙，百里东君。今日一战，九仙2字即将名扬天下。公子住手！我与凤凰相依为命20多年，公子，只要你愿意放凤凰一马，我们4人愿做公子的奴仆。我不需要什么奴仆。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愿意死，为何还要夺取别人的性命？每个人都有想守护的人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放屁！我所认识的江湖人都只随本心做事，所谓的身不由己，不过是为了获取利益的借口罢了。江湖偌大，哪里没有容身之处？百里公子，您这是……他们一心想杀我，不会顾及到你们。趁此机会，赶紧逃吧。公子大恩，没齿难忘。江湖偌大，此处若不由己，便另寻一处。萧少，记下了。第一次用高手的语气说话，确实有些紧张啊。我们走。留下。你们就是亲王找来的什么江湖杀手榜的杀手，竟是这般无能。本以为今日只需旁观一下，却没想到真要出剑了。不是说放过我们？这位公公身穿一身官服就来杀人，未免太嚣张了吧？那又如何？反正见到我的人，
都活不过今天。我与李先生同朝为官10余年，虽然见得不多，可是每次相见吧，我都印象深刻。你很像，但你不是。哎呦，这句话我怎么听得有点感动呢？哎，卓琴，你是不是觉得光凭一个陈如加上我一个冒牌货，打不过你们师徒2人啊？试试。看来你是真的笃定我不是李长生了。不过，不得不说，你猜对了，我的确不是他，因为我戴了一副人皮面具。果然，你不是他。没错，我不是他。我叫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一个假扮李长生的人，可能比李长生更厉害吗？慢着，学堂之地，禁江湖武斗。行吧，那就听你的。谁让你才是这里的院剑呢？这就是什么江湖杀手榜的第4？本王花了这么多钱养你们，一帮废物！废物！殿下，请殿下不必动怒。如果他们管用，那大剑为何还派我2人来此呢？百里东君，你的剑法确实比我想象中要高。我真的很讨厌杀人，但今天我却很想让你死。狂妄！大内之中，我的剑可排前10。燕雀，你说什么？前10又如何？更何况还是区区大内。天启城有多大，北离有多大，全天下又有多大？面对真正的天下高手，还不是被单手锤杀？我只看这天下，所以我说你燕雀。那你如今能在这天下排第几？前100。你耍我？很快，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9仙百里东君的名号。那也得看看你有没有以后。2位大人，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儿啊？
剑法。太监，你这一手剑法，当真令我刮目相看。你父亲百里成风，号称杀人不过10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知道我父亲？快剑成风，夺命10剑，他的剑只在一个快字。若10剑之后他还未胜，那么他的对手也就不会再惧怕他了，因为此时对手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剑法，所谓瞬剑杀人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用瞬杀剑法与我对招，可有算过方才我们一共对了几剑？不多不少，11剑。公公是说我已经输了？那就很抱歉了，我不会让你出到第13剑。我私自练了一门功法，连我师傅都不知道。你很荣幸，此前将能见识他的厉害。天下第一李先生所传，双手刀剑术。袖剑19式，五虎断山刀。就算把这2件废物功法结合在一起，又能怎样？就你，还想杀我？凭着袖剑19式吗？下雨了，认命了吗？你错了，这不是袖剑19式。左手刀，刀名尽铅华，刀谱黄粱醉梦；右手剑，剑名不染尘。剑谱，西楚剑歌。你看。连老天都要帮我，所以你现在明白，为何我看的是天下了吗？我可是9仙，百里东君。就在这儿吧。凭你，无境界之下6掌之内可杀，是吗？
那我就高你一境来杀你。狂妄！借剑一用。昔日仙人扶我顶，我受了这长生。可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来摸我的头啊？君子藏气于身，伺机而动，不动如山，动若雷霆。不愧是这山前书院的一代院剑啊！差不多也够了吧，卓强。师傅。 师傅，我们在这一场对决，应该是过往30年内最巅峰的一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叫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不可能，我的境界！哎呀，怎么这么无聊呀？你们这些人怎么老爱说什么境界的？ 难不成我们交手还要先互报境界？你比我高，我就不打你，算你赢？也不至于吧？你这徒弟定力还不错。 不愧是风雪剑。你是李长生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叫南宫春水，怎么不长记性呢？你6岁入宫，心有不甘。 于是花了30年练成神功盖世，本以为可以横行天下，没想到遇到了我，真是惨啊！现在的你，我弹指可杀，但是我不杀，留你一命，是为了给探安帝那个狗东西最后一点面子。我给你留了封信，回去好好看一下，要。 好好看，卓清，记下了。好，虽然我不杀你，但是你的境界半步神游，有些太高了，不如就退回去吧。啊。 回去记得提醒你师傅，要好好看那封信，很重要的。谨先明白。师傅，走。就那么放他们走了？这2个将来可是不小的祸害。你不是
读书人嘛，读书人讲究慈悲为怀，怎么能乱杀人呢？你说的那个是出家人，我们读书人在朝堂之上，一言可诛杀万人。哎呦，别杀喽！要杀呀，等我走了，靠自己的本事杀。啊，小先生呀，我就帮你到这儿了，先走一步喽。虽然是2个人，但却是很厉害的2个人。那废物也能找来这么厉害的帮手吗？亲王，你不是想找我吗？小公子年少有为，武功高深，在下佩服。但今日就到这了吗？姐姐，想走？问我吗？锦仙仍有余力，拼死一搏尚可未知。小公子再强，恐怕也没有把握敌过我们2人联手吧。与其鱼死网破，不如各退一步。下次见面，可还是拔刀相见？但愿不是。谁？你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慕名来见新晋传人一面，还有他的女儿。你见我女儿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与你女儿已经达成了约定，现在她是我的徒弟了。满口胡言！我说的是真的，怎么不信我呢？娘亲，寒衣，快回去。寒衣，许久不见了。李爷爷，李爷爷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叫什么李爷爷？叫师傅。这。有负师父所托，我败了。锦轩愿意受罚，请师父降罪。锦仙也愿意受罚。不用了。百里东军，死人以后不用管了。
陛下那边我自会去解释。回去疗伤吧，这一次是我算错了，你们不必自责。上古心江湖中探讨，忽然出现一道光。侯爷，真是场好夜。千里迢迢帮他这一趟，够见见。不了，我现在是朝廷新犯，朕邂逅的是刚刚平息，还是不要给他多生事端了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们定会再见的。杨儿，师傅，还有二师兄的女儿。你怎么偷偷回来了？若不是先生回来了，谁来帮你解决那个最大的难题啊？哎呀，你还真是慢呀！该走了。可我爷爷，你爷爷他一早就回了黔东城。啊？先生在解决了卓秦大将后，先回了趟行馆。侯爷得知你无碍后，便在破风军的护卫下离城而去了。你放心吧。放心吧。哼。该回雪月城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一城之主哦。那长风呢？他不也是城主吗？他呀，他有别的事情要做。这天启城的事情，到现在也该了了。回雪月城，不问朝堂事，只做江湖客，如何？那自然是好。你们家是世袭罔替，以后你可是能做侯爷的。这侯爷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说不做就不做了。我本就不愿打仗，此番是为了爷爷而来。既然此事已了，好，我们回江湖。好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那我们就回江湖。走。国师啊，孤的这番谋划，可是有些志气啊。陛下的谋划不能说是志气，都是为了背离。只不过陛下的眼光看的，终究只有这几十年，而李长生看的却是几百年吧。李先生应当就是北离的护国人。无论是他培养出琅琊王这样的绝世之才，还是将百里东军收作弟子，都是他的护国谋划呀。
世上真有人能活几百年吗？吾等秘法之家，确实有地仙之流。可活过100年已是不易，能活几百年，必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价，自然也要接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责任。姑明白了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枪王刘孝臣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枪王刘孝臣。你便是枪王刘孝臣？你想问我的枪？请赐教。哎，师傅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带二师兄的女儿出来做什么？来，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的二师妹。我南宫春水这一世啊，只收3个弟子。哦，难怪长风是雪月城的3城主啊，2城主在这儿呢。大师兄，真乖真乖。那这位呢，就是你的大师嫂。别理他，我叫月瑶。月瑶姐姐。哎，天杀的小肉蜂！你说他还是不是我小师弟啊？哦，不对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小东巴，那也还是我的2小师弟吧？我是谁？我是师兄啊！使唤师兄去追一个逃得轻的小娘子，拜托，衙门都不管这事儿，好吧？还有叶鼎之，他可是我最崇拜的叶羽将军的儿子，我能抓着他吗？什么破事儿都让我干，不干了。大不了不做那狗屁将军了吗？要不还是回家跟老祖宗认个错吧。我现在怎么突然觉得这货是我的2师兄，有点丢人呢？雷二，2师兄，小东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韩毅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离家那么远。你谁啊？是你大爷。嘿，还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我这短短几日不在天启城，就你这小小少年也敢对我喷粪？我稷下学堂2师兄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卓墨公子雷莫杀。我呸！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啊，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的，琅琊王算个球，不服他打一顿啊！抱怨个啥？等等，哼，师傅是吧？哼，不是你戴着人皮面具吓唬人干嘛呢？师傅，我闺女在哪儿呢？给个面子。哎，
滚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留在这儿，就给我在北离，在天启城闯出个名堂来，回雷家堡。哼，雷老头要是敢收你，我定把他狗头打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滚吧，来。爹爹。寒衣，回家。寒衣现在是我二徒弟，以后就跟着我了。好家伙，才一转眼的功夫，你跟你爹我平辈儿啊！寒衣啊，出门在外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你跟你师傅，好好的学习功法，好好努力，要加油，知道吗？千万要远离长得好看的男孩子。爷绝对不可以牵男孩子的手，答应爹爹。嗯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，我赶时间。好，走了。二师兄，珍重。嗨，珍重个屁啊！别老说那些沉重的词儿，说的好像这辈子见不着似的。海一，千万不可以牵手啊！你快走吧你。走了。过来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小师兄呢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告别呢。他呀，他现在不在天启城内。前几日我让他去了别的地方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好吧，等他下次回来再跟他见面。回呀，回就不回了。我们也就此别过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该走了。师娘。师母。行了，我要远游去了。此行我会带上寒衣，待到他学成之后，就会回到雪月城。至于我们，这一生啊，怕是不会再见了。师父。哎，我原本觉得，这人生在世啊，不必拖泥带水的。这最后一面见不见啊，差别也不太大。但是这镇西侯府一事，既然我来都来了，那就还是见上一面吧。不过也没什么给你们留的，就给你们留4个字吧：借刀一勇。快2百年了，萧逸，我还记得当年李寻留给我们2人的4个字。现在，我就把这4个字留给我的徒弟吧。你终于走到了这里，得到了你的天下。但我现在觉得，这天下没什么意思。那就回去，跟我回到这江湖里。那李玄留给我们的4个字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倒是你，我总觉得似乎你已经忘了。我没忘，但我只是希望，我用一剑破开那个城门开始，这天下的少年郎都能记住这4个字。如今他已没有剑法刀法之说，随手一挥，便是绝世之法。好了，启程。师父，我会记住的。
枪法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司空长风。你想胜过我，然后名扬天下？有这个想法。可我还不想让路。只要打败了枪王，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枪王。枪王有很多个，可是你是可以成为枪仙的。司空长风，先生让我来寻你，问你一句话，可否愿意随我去一趟天启？真正的去一趟天启。师傅，既然我回来了，镇西侯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我也知道最近你在筹备天启内卫司，需要4个高手。我刚收了个弟子，说不定能帮到你。师傅，您的关门弟子不是东君吗？不是，是个小枪仙。东君7斩星夜久助你破境之时，你见过。徒儿呀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帮到你了。你去找到他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那边去吧。文君，文君，我回来了。云哥，云哥，吃饭了。哎。好香啊！此次天启之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次去见到东君了吗？说来我也有10多年未曾见过他了。我是朝廷钦犯，现在情势敏感，怕连累他，就不见他了。等他事了，我给他写信，要他过来。嗯，好。来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多吃点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会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这位天山派的王兄弟，你来找忘忧老人何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修炼到了瓶颈，一时不能突破。听说忘忧老人修6法密通，境界高深，所以我想请他来替我指点迷津。就你方才吼那2嗓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挑事的。哦，误会，我绝对没有不敬之意啊！不是，不会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忘忧老人他不愿意出来见我吧？忘忧老人没有不理你，他因是去外地与其他隐士郊游了，如今可能不在山上。那
那怎么办？没事，他去的也不远，通常过几日就回来了。王兄如不嫌弃，进来吃杯酒，歇歇脚。哎，不嫌弃，不嫌弃，还望兄台你别嫌弃我才好呢。不知兄台怎么称呼啊？叶鼎之，天生派王元孙，请，请。太和18年，北离国泰安帝病重，夺嫡之战愈烈，无数朝廷重臣因党争被敌对势力杀手暗杀，一时间天启城血光笼罩，人人自危，史称六王夺权。为了抵御这群不明杀手的入侵，琅琊王萧若风、灼心剑传人李新月、无极棍姬若风、唐门唐连月、雪月城司空长风创立天启内卫司。在他们的合力下，天启城在历经短暂恐怖后重归安宁。这4人从此被称为天启4守护。然混乱稍平，泰安帝却突然病危，6位皇子以亲王为首结盟发起兵变，一路杀至平清殿，逼泰安帝传位。萧若风率天启4守护及虎贲军将平定叛乱，生擒亲王。这边，看这个事儿。禀琅琊王，如何？叛军余孽皆已捉拿收押，留待大理寺审理。参与叛乱的皇子有些业已伏诛，而活下来的都已经看管起来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成王败寇，本该如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带下去。是。叶神，保护王爷。来吧，殿下，来世再见。后怎么了？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传位，3皇子萧若锦。
为何主子不自己做皇帝呢？因为他从来都不想做皇帝，想做皇帝的也从来都不是他。王爷，技能冲天，何不为楼？你知道，我们都会帮你。笑英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年幼的时候，我的母妃不受宠，我们母子三人过得不太好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下了很大的雪，现在想想，都觉得真冷啊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身体又不好，挨不过那么冷的冬天了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我母妃的陪嫁丫鬟用命请来了太医，太医来了看我这样，就知道我家不受宠，就不想治了。那时候我记得，我哥哥就那样跪在雪里，给那个太医磕头，求他救我。后来雪停了，我得救了，我的哥哥却变了。如果说他以前是一位温柔谦和的皇子，那么自那以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位手握利剑的君王。出身皇家非我所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像我的师兄弟一样，一人一剑，肆意江湖。但是我的兄长不一样，他自幼学习的便是如何成为一位君王。他有魄力，亦不会如我这般感情用事。以后，他会是一位好君王的。新的一年来了，不知为何旧年有何区别？太和18年申冬，泰安帝崩殂，传位三皇子萧若锦。次年春，新帝改元明德，册封原侧妃懿文君为宣妃。兄长册封宣妃，可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你说，如果世人知道姑的爱妃不在宫中，姑会不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呢？看来兄长这些年一直未放弃私下寻找她。宣妃离开这宫中太久了。
还睡啊？别睡了，今年的舞榜要颁了，你期待自己的名字在哪儿？瑶儿，我已经连续3年入良玉榜首甲了。算上季若风可以给我吹的那2年，一共5年了。今年怎么也该冠绝了吧？冠绝？吹牛。我离开黔东城前往天启的时候，这天下间也没人会想到我能入良玉榜吧？旁的不说，就连我爹娘都不信。所以说，这世间上的事儿，本就只怕不敢想。更何况，我还有一个口气比天还大的师傅。我这个做徒弟的呢，不过是想与山比比肩罢了，很正常嘛。瑶儿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甚至是觉得天下第一，他就在那儿等着我，不是我在寻他，而是他在等着我。以前这种话，你只有在酒后才说得出来。几年游历，天下广阔，酒在我心中了。冠绝第3甲，整个雪月城都在找你欢呼庆祝，你居然在这里躲闲。那师妹你呢？良玉榜第6甲。那首甲呢？良玉榜首甲，望城山赵玉珍。二师兄，我跟谁都没打过，我怎么就成第1了？从最年轻的良玉榜入榜者，成了最年轻的良玉榜榜首啊！望城山赵玉珍。你看起来很不服气的样子，你想怎么做？我在想，得找个机会，问一问他的剑。哎，文君，文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是不是这个小家伙又欺负你了？忽然想吃东西。是你想吃，还是他想吃？小家伙，以后就算肚子饿了，不能提你娘亲的肚子，听到没？夫君，哎，夫君，这是我新给你绣的荷包。
好看吗？娘子的绣工越发的好了，比你小时候送我那个要精美上不少呢。文君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云哥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有只黄鼠狼过去了。叶景熙，叶文熙，叶景熙，叶文熙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们做碗面。尊使，尊使，您在看什么？非礼，现在是北离的哪一年了？明德5年。姑苏城外草庐里那个孩子，如今也有2岁了吧？非礼，你怎么看？回尊使，若不是您按着，我早就去那姑苏城外了。飞展，你又如何？谋定而后动。你们2个虽为兄弟，性格却不一样。一个做事从不考虑后果，一个则是想明白了才动手，总是错过时机。尊使可是有了什么谋划？是时候了，去找月清吧。二小姐，女人的嫉妒是很可怕的。骑到马喽！还是。这，慢点儿。叶兄弟，小安是，看
看王叔叔给你带什么了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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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看这是什么？喜欢吗？送给你了。谢谢王叔叔。王兄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小炸。哎呦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今天我路过茶寺，你猜我听到什么了？你的好兄弟百里东君，他现在可厉害了。啊，不过这可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现在正在世外之地雪月城。我知道你一直想去找他，但又碍于你的身份，害怕给他带来麻烦。但是现在呢，他无牵无挂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找他了。可是，雪月城在哪儿？雪月，不如问问老朽啊。老朽与李先生旧时交好，他曾在雪月城落过脚，老朽便知道了雪月城之所在。那太好了，我这就去给东君写信。既然大家都在，今夜就在这里用膳吧。我去给大家做晚饭。不用了，昆仑饮会就要召开了，老朽受邀与会，马上就要启程了。我也是。这次出来的时间有些久了，师门有意，命我即刻回返。吃一饭嘛，就不吃了。小安氏，叔叔要走了，你要乖乖的听话，听到没？等叔叔有空了再回来看你，好不好？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，来公。来公，来公，说话算话。谁呀？吾有东君，为兄在姑苏寒水寺下结庐而居，妾与文君育有一子。余年少结苒，如今重拥佳人，安稳幸福，暂消仇恨。今闻东君于雪月城，特邀你前来一聚。兄叶云，怎么了？是云哥。二小姐，叶鼎之下山去了，忘忧也不在山上。我已经对易文君下了散魂香，现在的他应该会想起很多不愿记起，也不愿面对的事情。吾想使这香送得恰到好处。安氏，娘亲，我不是你娘亲。不，你是。师兄。他是萧雨。不，他不是。他是萧雨。他不是。娘亲。云儿。此时正是良机。破关，你曾同羽生魔四家奴救出过易文君，有你去，再好不过。等我消息。二小姐觉得我这弟弟能搞定吗？毕竟，
您和吴相使的这场棋局，一步接着一步，一环扣着一环，只要走错其中一步，一切可就无法挽回了。不相信破关，难道相信你吗？破关虽然不善言语，但只要他一出手，就不曾失败过。唉，人呐，果然是长得老实一些，话少一些，更容易让人相信呢。云哥，回来了。易姑娘，是在下。谁？我们只见过一次，但还未来得及知会名字。什么时候？那日姑娘从天启城离开，出城前我曾与姑娘见过一面，只是时间很短，大概只有半日。难道你也是羽生魔师傅的家奴之一？不是，我是洛夫都统让我跟出来帮你们的。我叫李飞展。还好你长得很好辨认，不然只见过一面，我还真不一定记得你。进来说吧。你来是有什么事？原来易姑娘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孩子。你这话是何意？实不相瞒，这次便是洛夫都统让我给姑娘带话了。他说，孝与小皇子病重。娘亲，恐怕是撑不了那么久了。什么？难怪我会忽然梦见他。副都统让我问姑娘，要不要回去一次，再看孩子最后一眼。他会安排好一切，让姑娘悄悄地入城，再悄悄地离开。我知此事不能让叶公子知道，所以才在他离家之后寻来。去与否，皆凭姑娘决定。洛夫都统也是不想姑娘因此错过，后悔一生啊！若是怕叶公子担心，且留书一封给他便是。姑娘可是还有什么顾虑？安氏一个人在这儿，我有些担心。叶鼎之何时回来？看这天色，应该是快要回来了。一定要赶在他回来之前离开吗？他若是知道姑娘前去做什么，会轻易让姑娘前往吗？罢了，我已知道姑娘的决定，那便如此吧。等等，让我再想想。易姑娘，不是属下不愿意等，只是那小殿下的病，恐怕等不了姑娘这么久了。若是真的不好，飞展还需尽快回去，帮助副都统料理一下小殿下的后事啊。
阿史，娘亲要出趟远门，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到时候还会给你带一个哥哥回来。远处有动静了，怕是他回来了。放心吧，这么一会儿，小安是不会出事的。走吧。撤！我回来了，娘子。哎呀，我早都想回来了，可是张屠夫说呀，今儿杀了猪不带毛，非让我留下来喝一杯。我这喝一杯就喝一杯吧，他喝着喝着又唠起了自己病死老婆的事情。娘子，我给你买了最爱的糯米团，还有桂花酿。奇怪了，娘子这个时候也不会出去。还是醒了？嗯。娘亲呢？不知道。吾父夜云：吾近日常有噩梦，梦及吾与萧若锦之子萧雨。梦中萧若锦因吾之故迁怒于他，对其百般折磨。吾心中不忍，恰逢师兄派人前来，预祝吾将其从天启城中带离。吾距你不远，私自上路，还请勿怪。不日将归，勿念。你说，叶鼎之看到信后会如何？草庐会再踏一次吧。因为不管什么原因，叶鼎之知道，他回了天启，就回不来了。叶鼎之一定会像发了疯一样赶去天启城吧？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拦住他。许久未见了。滚开！好大的怨气啊！我可是赶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的。安氏，找棵树在后面等爹爹，不要上前。去。好。说了，滚开！哟，真生气了。好啊，那你就拼尽全力来杀我吧。只要你能杀得死我。没疯，我这是真的也想感受一下这虚念功的威力呀！虚念功第3重，
没有什么天生五脉，我苦修这么多年，虚念功也不过才修至第3重，可就凭这第3重，足够我今日把你打趴下。生死印，真当自己是判官，能定我的生死？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入魔，可这石头却要逼我入魔。只是断了几根经脉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以你的体魄，妄用虚念功会让你的经脉断尽而亡的呀！好不容易偷偷练了些，要用一次才尽兴。爹爹，爹爹，你们是爱我，爹爹。错了，小子，你爹走火入魔了。现在只有我们才救得了他。云哥，你的好兄弟百里东军来了，还不速速给我接风洗尘？这。我们来晚了。驾！吁！东君不好，叶鼎之被天外天的人带走了。我已经把体内的3重虚念功尽数传给他了。他什么时候能醒？3重虚念功呢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消化得了的。那你呢？若想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，恐怕要个1年半载的吧。该死的李长生！当日暗中究竟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伤势还不见好？怎么了？无作事，有从天外天来的人，快要进宣城了。来的人是谁？是魂官飞离，还有2小姐。不过看他们的样子，似乎正在被人追杀。是谁在追他们？是大小姐，还有百里东军。是镇西侯府那个百里东军吗？是的。
我正想要去找他呢。当日在天启城没能把他杀了，让李长生那个混蛋折磨的我好苦啊！这，姚二，前面有一座城，我感觉他们应是往那座城去了。宣城。 这是，这是没事吧？喘气儿了，活着呢，没事吧？小伙子怎么了？好痛啊！粗鲁，你还不快让开！想死吗？这位小友，此行可是往北呀？ 关你何事？阁下是谁？为何要拦我们的路？在下是个读书人，一心想去这最北边的千里冰山、万里荒原去看一看，不知可否搭一搭你们的马车？这位小友，还有里面那位，可否愿意啊？不愿意。谁骂我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肯定是搞错了。 这长相面貌和师傅说的大差不差呀，可是脾气却完全不一样。莫不是师傅他老人家又骗我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肯定是搞错了。我不和你们同行了啊，你们先走吧。走。就。脾气太重。就。哎，你看着点路啊你！没教养，把人家衣服都弄脏了，粗鲁。 你个狗娘养的，你就有教养？欠老娘1个月的酒钱，每次都赊你大爷呀！三娘，非也非也，我不是没钱付酒钱。你想啊，这酒一喝，钱一付，咱们俩这关系就断了。一想到这儿啊。 我就心痛。呸！给钱了就不疼了。伙计们，给我打！哎，三娘，我是个读书人啊。往死里打！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有话。这世间所有的动情，都是因为真心。三娘，我对你的真心，你为何就感受不到呢？感受你大爷！伙计，你练过呀？老板娘，这咋弄？啊！不会真死了吧？嘿嘿，没事儿。三娘，你还是关心我的吧？你看你那死样儿！其实真的挺痛的。哎，我名字里不带三，在家排行也不是老三。你为何见了我总是三娘三娘的叫？
一双珍秀龙烟眉，比起花容胜3分，所以你叫三娘。你呀，总是文绉绉的，我也听不懂你说啥。因为我是个读书人嘛。没见过你这么邋遢的读书人。哎，不用。驾！这回总应该是了吧？这位先生，可否让一让？我们有急事。这位小友，此行可是往北啊？是道士。在下是一介书生，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去北边看看千里冰川，万里荒原。可惜没带盘缠，不知这位小友可否载我一程？我们去北方可不是游玩的，更可能有生死之危。先生若想同行，怕是不妥。哎，妥的，找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。驾！三娘，我走了。嗨，记得下次回来把那酒钱补上。酒喝了钱未付，这缘分就断不了。走了，这。从此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苦苦等我的女子。你是谁？你小子就叫百里东君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的名字叫君玉，谦谦君子的君，温润如玉的玉。这个银锭足够你从这里到最北边。下去吧，这个马车你坐不得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多谢啊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坐在你们的马车上比较舒服一些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真的很没有耐心。东君，我觉得这位先生不像是坏人。就是，像我这般温润如玉的公子，哪里看得出来像坏人啊？还是姑娘明事理。到底有完没完？少年郎，你的戾气很重啊。学堂之人应该有君子之气，君子有喜气、怒气、霸气、秀气，甚至可以有杀气，但唯独不能有戾气。戾便是邪，一步之错，万劫不复啊！听先生所言，想必也是学堂之人。我曾受过学堂之书，却未曾进过学堂，那就可惜了。不然在天启城里，还有个女子痴痴地等着先生呢。别叫我先生，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吧。你看你这身行头，哪里谦谦公子，哪里有温润如玉了？君子有形却忘形，心有玲珑便如玉。这位先生确实当得上一声君子，可至于这如玉，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这个内息是无作使，他便是学堂大考时我们遇到的那个诸葛云。诸葛云，可他为何看起来如此憔悴，似变了个人一般？师父曾说过，有2个诸葛云，一个很戾，一个平和。他杀死了戾气重的，留下了相对平和的。可眼前这个人，难道是师父杀错了？不是杀错了，是他把自己的那个兄弟装进了自己的内心里。像他们这种双生子，心灵本就相通，一个人死了，便在另一个人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
然后催生出阴暗的花朵。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所谓的戾气。戾便是邪，一步之错，万劫不复，终究成了现在这副妖怪模样。所以，我们才要做君子。哼，像这种怪物，可不好打。你错了，像这种戾气催生出来的怪物，只是看起来可怕，不过徒有其表，弹指可摧。既然这么简单，那你来吧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你们这么久？自然便是等待此刻呀。不过可惜了，三娘是看不到我接下来的风采了，不然她一定会哭着喊着跟我走的。学堂君谕，请赐教。我等你们很久了。